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心源的频道。这期视频我们讲述佛陀对波斯匿王的一段开示。慈悲之爱是没有执着与分别心。说起波斯匿王，在和悉达多不到20岁时纠结下了仇怨，那是波斯匿王发动战争。悉达多那是太年轻，劝净饭王不要战争，但大王和所有大臣都不同意。就在净饭王已经被波斯匿王生擒，刀架在脖子上时，悉达多驱赶着一个象群，他手持弓箭威武地站在象王的背上。波斯匿王持剑的手臂被悉达多射中，就这样悉达多不费一兵一卒大胜波斯匿国。从此波斯匿王就跟悉达多记下了仇怨。后来佛陀成道后声名远赫，波斯匿王通过间接和直接的方式了解到佛陀的慈悲伟大，后来彻底放弃前嫌，做了佛陀的弟子。有一次，波斯匿王单独前往拜会佛陀，完全没有守卫陪同，他只吩咐车夫把马车在精舍的门外停下，自己走了进去。佛陀在他茅房的门前接见大王，互相作礼后，大王对佛陀坦诚地说：乔达摩导师，人人都称颂你为佛陀，一个证得圆满觉悟的人，但我总是觉得以你这般年纪而有此成就，实令人难以置信。就是比你年长很多的耆老大师，如富兰那迦叶、莫加里俱舍利子、尼乾陀若提子和山蛇叶毗罗之子，他们都未敢自认证的圆满的教行，就连阿耆多赤舍钦婆罗和迦罗鸠陀、迦旃延也不例外。你认识这些大师吗？佛陀答道：陛下，我听过他们所有的大名，更与其中数位相识。精神境界的证悟是不受年龄影响的，岁月并不是得道的保证。有几样东西是不容低估的：年幼的太子小蛇、一点火花和年少的僧人。太子虽仍年幼，但他具备了一个国君的宿命条件，一条小毒蛇能在一瞬间置人于死地。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一点火花便足以把整个城市化为灰烬，而年少的僧人更可成就无上正觉。陛下，一个有智慧的人是永远不会小觑小太子、小蛇、小火花和小沙弥的。波斯匿王望着佛陀，他非常欣赏佛陀所说的。佛陀说的那么气定神闲，而内容却精简深奥。大王觉得佛陀是个可以信赖的人，他接着便发问最使他焦虑的问题了：乔达摩导师，一些人说你教他们不要去爱，他们说是你告诉他们越是爱得深，痛苦忧恼便也越多。虽然我可以看到这里面的一点道理，但我对这个看法总是觉得有点不安。没有爱，生命便似乎再没什么意义了，请替我解决这个问题吧。佛陀亲切地望着大王：陛下，你问得很好，很多人都会因你这个提问而得意。爱有很多种，我们先要细心认识每一种的爱。生命里很需要有爱的存在，但并非那种基于色欲、情欲、执迷、有分别心和偏见的爱。陛下，有另一种爱是生命里极其需要的，这种爱包含着慈爱和悲悯心，或叫大慈和大悲。一般人所说的爱只限于父母子女、夫妇、家属、宗亲和国民的互爱，这种爱的性质都是依着我和我的观念而产生，因而是仍然纠缠于执着和分别心之内。人人都只想爱他们的父母、配偶、子女、孙儿、亲属和国民，就是因为被困于执着之中，他们往往在没有事故发生的时候，已经开始忧虑意外降临在心爱的人身上。当意外真的发生时，他们便会大受打击，伤痛至极。至于有分别心的爱，则会产生偏见，人们对于他们圈子之外的人可以变得毫不关心，甚或歧视排斥。执着与分别心都是导致自己和他人受苦的根源。陛下，所有人真正渴望着的爱是慈爱和悲心。大慈或慈爱是替别人带来欢乐的心量，大悲或悲心则是替别人解除苦难的胸怀。大慈和大悲都是不求回报的，慈爱和悲心亦不限于对自己的父母、配偶、子女、家属、宗亲和国民，这种爱是遍及所有人和众生的。在大慈和大悲里没有丝毫的分别，我的或非我的成分。正是因为没有分别，因此也就没有执着。大慈和大悲只会导致快乐和减轻痛苦，它们并不会带来忧伤苦恼。没有这种爱，生命便真如你说的没有意义了。有了慈爱和悲心，生命必会充满平和、喜悦和满足。陛下，你是一国之君，假若你实行慈爱和悲心，你的人民必定受惠。大王低头深思，他再抬起头来问佛陀：我有家庭和国家要照顾，如果我不爱我的家庭和国家，那我怎能照顾他们呢？请替我阐明这点。你当然应该爱你的家庭和百姓，但你的爱是可以伸展到他们之外的。你爱你的太子和公主，但这并不是说
你便不能关心你国家里所有的年轻男女。如果你这样做，你现实有限的爱心便可以变为全面包容的爱心，而全国的青年人就将成为你的儿女。这就是慈悲心的真意，这并不是空谈理想，这是实际做得到的。尤其像你所居之位，就更加轻而易举了。那别国的青年又如何？虽然他们不在你国土之内，但这也阻碍不了你对他国的青年像你待自己的子女一般呢。你爱你的子民，并不应构成你不能爱别国子民的理由啊。但当他们不在我的管辖之下，我又怎能表示对他们的爱护呢？佛陀望着大王，一个国家的兴盛与安全，不应该是因为别国的衰弱和动乱而得来的。陛下，持久的太平盛世是有赖所有国家的合作，同步迈向以大众利益为首要的目标。如果你想焦萨罗能永享太平，又不希望你国内的年轻人战死沙场，你便一定要帮助其他国家保持安定，要真正和平。外交和经济政策必要依从慈悲的路线，在爱护你自己的子民之余，你也要同时爱护和关心其他的王国，如摩揭陀、迦湿、毗提赫、释迦和居利。陛下，我前一年回释迦国探亲，曾在喜马拉雅山下住上数天，在那里我曾深省思索一些以非暴力为原则的政治。我发觉一个国家是可以不靠如监禁或死刑等武力来维持治安的。我曾与我的父亲净饭王商谈过，我现在也借此机会与你分享这些意念。一个培育慈悲心的君主是不需要依赖武力政策的。大王惊叹，妙极，你说的话至为感人，你无疑是真正的开悟者。我答应你，一定会对你所说的话详加思虑，我将会透彻地领会你教诲内的智慧。但现在请许我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一般的爱都含有分别、欲念和执着，依你所说，这些都会带来忧悲苦恼，但一个人又怎可以无欲无执地去爱？我对子女的爱应该怎样才可避免忧虑和痛苦？佛陀答道，我们得先看爱的性质，我们的爱是应该给我们所爱的人带来和平和幸福的。如果我们的爱存有占有的私心，我们便没可能给他们平和快乐，相反，我们只会令他们感觉被困。这种爱不外是一种牢狱，当我们所爱的人在无法觉得快乐时，他们便会想办法释放自己，以能重获自由。他们不会接受牢狱的爱，这种爱亦会因而逐渐变为愤恨。陛下，你有听闻10日前在舍卫城因为私爱而导致的悲剧吗？当儿子要结婚的时候，这个母亲认为是被人抛弃了，她不以儿子娶妻为多的一个女儿，反而觉得失去了儿子和被出卖，她因此由爱生恨，在这对年轻的夫妇食物中下毒，把他们杀死。陛下，依觉悟之道，没有了解便不可能有爱，爱就是了解，你不了解便不能去爱。彼此不了解的夫妇是不会相爱的，不了解的兄弟姐妹也不会互相爱护。父母子女没有彼此了解，也很难互爱。假使你想你所爱的人快乐，你一定要学习去了解他们的苦恼与期望。当你了解他们，你便可以帮助他们疏解苦恼和达成愿望，这才是真爱。如果你单是要他们跟随你的意愿而忽略了他们的需要，这便绝不是真爱，这只是占有和支配别人的欲望，以及试图满足自己需要的错误途径。陛下，焦萨罗的人民都有他们的苦恼和愿望，如果你能了解这些，你便是真的爱护他们。朝廷里百官也有他们的苦恼和愿望，你了解他们的苦恼与愿望，便可带给他们欢乐，为此他们便会一生都忠心于你。王后、太子和公主都有他们的苦恼和愿望，你了解他们的苦恼和愿望的话，便一定可以令他们快乐。当每人都享受着平和、幸福和喜悦的时候，你自己也就会知道什么是平和、幸福和喜悦，这就是醒觉知道上爱的定义了。波斯匿王被深深感动，一向以来没有一个精神导师或婆罗门教士能打开他的心怀，使他对事理能够有如此深入的体会。他想，这位导师的光临实在是国家的福气，他希望成为佛陀的弟子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抬头对佛陀说，我很感激你赠给我多方面的至理名言，但仍有一件事困扰着我。你说基于执欲之爱会带来痛苦烦恼，而基于慈悲之爱可带来平和幸福。我虽然看到慈悲之爱的无私和不自利，但我仍认为它会有痛苦烦恼。我爱我的人民，当他们受到如风灾、水患等天然灾害的摧残时，他们的痛苦我也感同身受。我相信你也会这样反应，你看到别人生病或死亡时，你一定也感到痛苦，又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你将会更深入地了解慈悲的体性。首先，你应该知道因执欲之爱所带来的痛苦，
要比因慈悲带来的痛苦多上千倍。有2种痛苦需要辨别，一种是完全没用并且纷扰身心的，而另一种则是滋长关怀和责任感的。在面对别人受苦的情形时，基于慈悲的爱可以供给我们做出正面反应的能量，而基于执欲之爱则只会制造多一些焦虑和痛苦。慈悲实在是最有效救援行动的能源。大王，慈悲是必要的。慈悲心所产生的苦痛是一种有能力帮助别人的痛苦。任何不能体会他人痛苦的人根本不屑为人。慈悲是了解的果实，修习觉察之道就是要体证生命的实相，这实相就是无常，一切都没有永恒和个别的字体，一切总有一天会成为过去。当一个人看清事物的无常之性，他的视线便会变得平静和谐，无常的存在不会为他的身心带来困扰。因此慈悲所引致的痛苦感觉没有其他痛苦来的沉重苦涩，慈悲之苦只会增加一个人的力量。大王，你今天已闻的解脱之道的基本纲领，另一天我会再和你分享更多的法要。波斯匿王的心里充满谢意，他起来向佛陀鞠躬顶礼。他知道他很快便会要求佛陀纳他为在家弟子，他又知道摩利王后、齐陀太子和拔吉离公主都已经对佛陀非常敬重，他希望一家人可以同时被接受皈依。他还知道自己的妹妹毗提系和妹夫频婆娑罗王都已皈依佛陀。那天晚上，摩利王后和拔吉离公主都留意到大王的转变，他似乎比平时平和愉悦。他们知道这必定是与会晤过佛陀有关，虽然他们很想问大王有关他这次与佛陀的会面，但他们又认为等大王自己告诉他们会更适合。这期佛陀传的故事就先到这儿，喜欢换别忘了订阅点赞，咱们下期再见。